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关于 3.16 的版本的一些情报，在编年史已经有一些资料可以看了。今天这部就是边看边讲一些我的看法。首先是改版的时间，在10月15号的时候会发布 3.16 的改版内容，10月28是台服改版的时间，还剩下1个多月左右。在游戏平衡的部分提高了第2章到第10章的难度，有玩过 3.14 和 3.15 的玩家就知道，在 3.15 时有特别加强第1章的难度来测试，可能是测试的结果还不错，所以没意外的下一版把第2章到第10章也加强了。对老手来说可能比较没有影响，不过对比较不熟悉的人来说大概会很辛苦，就请各位多多加油吧。然后削弱护体的效果给近战角色的这一句，看似又要削弱护体效果了，不过原文似乎是要 buff 近战、nerf 远程之类的，就看到时候 GGG 要怎么改动了。如果真的是 buff 近战的话，我就觉得很不错。接着是调整图腾的机制，因为竞技式图腾在 3.15 实在是太红了，所以要被砍一点都不意外。只要是被 GGG 点名的会砍的东西，有极高的几率会直接消失变不见。如果直接狠到不吃图腾生命，而改成吃本体生命的伤害的话，那这个流派基本上也差不多掰了。我个人是认为和盾头一样，是前2名会被砍很凶的技能之一。再来是削弱光环师，提供新的技能给纯辅助的角色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又要砍光环效果，又或者是魔力保留会上升，让光环师能开的光环数量下降之类的。我平常是没有在带光环师，这个对有团队的人影响应该会比较大。我比较在意的是有新技能，虽然在 3.15 开了一堆新技能，不过大部分一样都很废，就看看 3.16 还有什么新东西可以玩了。再来是关于异常状态的部分，虽然这边写说未定案，不过我们还是稍微的来聊一下。第一行的抗性光环基于对应的异常免疫，应该就像是开电抗光环会减少感电几率，火抗光环会减少点燃几率等等的。不过除了光环师和 ES 型的召唤以外，我想应该是没有人会去开抗性光环吧，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改动是可有可无。然后万神殿添加更强的减疫效果和异常免疫，如果是加强旧的能力的话，我就觉得很不错。不过若是整个换新，只有减疫效果的话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天赋数增加免疫流血和中毒的天赋，除非是花1到2点就可以点到，不然我应该也不会想要点，毕竟还有药水可以解决。钢筋铁骨、骨质战甲、龙岩护盾等等，这些都是守护性的技能，可能包含密人披风、不朽怒嚎之类的，都会加上降低异常状态的效果，也算是加减拿。在实用性上面，我就会觉得还好。给珠宝添加元素免疫的瓦尔固定词缀，这条看起来很不错，虽然可能和腐化之血一样，瓦值会有点贵，不过如果可以瓦到免疫冰冻啊、免疫点燃、免疫感电等等的词，在生存能力上面也会有很大的提升。奉献地面提供诅咒效果降低 50%， 诅咒天赋点改到更能点到的位置。奉献地面降低 50% 的诅咒效果还不错，就算是没有办法制造奉献地面的职业，也是可以靠着硫磺药剂或者是净化烈焰来制造奉献地面。天赋说是会改到更近的位置，可是如果要花个3点才能拿到减少诅咒效果的话，实际上要点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，毕竟3点天赋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亏。给珠宝添加了异常免疫的普通词缀，和把目前异常免疫状态的数值提高。这里说的异常免疫是指流血、中毒等等。一般流派的珠宝主要都是拿生命和伤害，应该不太会有人舍弃珠宝的值去拿单一异常的几率免疫，除非它是1条生命2条伤害，再加上1条几率免疫，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考虑看看。最下面这个是添加各种的工艺，可以免疫各种的异常状态效果，不过都要卡到各个装备的词缀，整体来说还是要看改成怎样，毕竟在异常状态这边特别标了未定案。而在药剂的部分分成了反应类和预判类，生命和魔力药剂都称为反应类，功能药剂则改为预判类。我就只想说，到底什么时候要喝下预判类的药水？有谁知道我下一秒会不会被冰冻？不过也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。整体来说，药剂应该是没什么变动的。再来是可能会让同工会分享工艺配方，这点如果我能开放，我就觉得很不错，这样子就不用再向别人去四处借工艺了。预演和矿坑的工艺配方移出至游戏核心。预演的配方有蛮多像是做装备的时候要用的，像是前后缀无法被改变，以及复数工艺等等。矿坑则是一般的动数连线的基本工艺，比较有可能是拿出来放在舆图或者是剧情里面吧，毕竟很多人都不会去解预言，
甚至有些人也从来都不下矿。减少隐匿词缀工艺需要的揭露次数，可以更早拿到隐匿词，也算是一个难得的 buff。新的终局内容提高了张望玉的掉落几率以及奖励。张望玉的掉落几率我一直觉得超级低，玩了1个多月也只打到20几颗左右。如果点成5玉去打的话，4张图就打完了。提高奖励是不错，不过能打赢的人似乎是不多，就请大家量力而为吧。幻象异界增加5到10层数，所以有可能一场幻象要打30波怪物。希望是可以把每场必掉的固定传奇改回来，不然像现在这样子打，很容易什么都没掉，接着又要打25到30层，很像在做白工。提高1000到1500层的矿根收益，难度也会有意义的提高。基本上我除了之前的无尽矿坑的赛季以外，是没有挖到这么深过。对我和一般的玩家来说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。超级武战乱和超级掉落地图，我能想象的就是要么怪物变超级多，要么地图整体会变大，实际上变怎样就等官方自己公布吧。最后通牒可以超过10层，这就意味着 3.16 最后通牒要回归了。这在 3.14 的最后通牒有个几百重高的手套怨恨锻造。最后通牒的试炼要是回归的话，就看这个手套搭配的技能组合有没有下修。如果没有下修的话，这个手套应该就还是天价。上一季可是贵到想买也买不到呢。添加新阶等的裂痕石，现在每一种裂痕石有4种阶段，看来 GGG 是嫌裂痕仓库空间太多，想多塞一点东西进去吧。旅途区域8个变成4个，地图从160张变成100张，整体旅途会变小很多，也会干净一点，也意味着可能会删掉一些现在的旅途天赋，或者是直接合在一起，变成一区的天赋有20点这样。守望石的数量也会直接减半，打完赛勒斯一次会提升2层的觉醒，看来下一季要通关的时间应该会减少许多，可以少干一点。自制选走的掉落率减少 80%， 可是一次会掉5张，这点就方便很多，尤其在前中期会减得很辛苦，虽然后面一样还是会过滤掉就是了。那整体资料就看到这边，接着就期待10月15的发布会吧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什么鬼东西啊？